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飘飘然有广论坛，我是飘哥。非常感谢，首先上一期视频咱们征集了三峡逃生攻略，很多的网友们的话呢，给咱们做出了这个好多的这个建议在这里的话呢一并感谢。如果还想给大家提供攻略的朋友呢，去上一期视频在下边的留言给咱们都搜集在同一个视频的留言里边。那么呢，最近呢，咱们的预言类的视频引起了好多的小伙伴们的关注，尤其是在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的吠陀占星术预言中，更是极为精准和震撼。以及呢，其他的几个网络大师以及推背图等等，他们都对自然灾害的预测非常的到位，非常的精准。这里呢就举一些实例，同时呢也可能在将来的这个视频当中，以最快的方式给大家传递信息。许多的小伙伴在这里的话呢感觉到或者是感叹预言家的准确，但同时也想知道呢最快的疫情或者是汛情报道，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的报道。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近期视频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那么呢，预言追踪是咱们这个系列的名头，最新、最早、最强自然灾害无处理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咱们废话少说，直奔主题。近期的天气天象皆有异常。首先第一个，咱们来讲讲北京。那么呢，昨天，也就是说近日吧，北京的门头沟、昌平等地6月25日下午突然降冰雹，大如鸡蛋，形状的怪异。有人说什么呢？像新冠病毒的形状。北京已经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这种形状的冰雹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河北保定多地也在同一天突降冰雹，很多人家里的窗户以及车的挡风玻璃都被打坏了，农民地里的西瓜被砸烂了，鸡被砸死了。第三个呢，咱们说天津也是突降冰雹，而且还伴有13级的大风，非常可怕。第四点，四川省重庆市泥石流，房子被水冲起来了，很多地方变成了汪洋。大家看到这个车泡在水里面，雨刷还在不停的刷。然而的话呢，其他的地方应该都不工作了，非常的可怕。第五点，据中国地震台最新的消息，26日凌晨4时29分到5时30分，新疆和田地区的于田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大的震级达到6.4级，震源深度10千米。那么呢，据了解呢，地震的周边20公里内没有村庄的分布，50公里内的话呢，也没有乡镇的这种分布，所以的话呢，对人员的伤亡还是非常有限的。下面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上。首先来看一看与中国同样是在621日食的另一个主要国家印度。6月25日，雷电风暴袭击了印度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两个邦的31个地区，在比哈尔邦造成83人丧生，在北方邦有24人死亡。气象学家警告，在接下来的72小时之内的话呢，还会有更强的雷阵雨的到来。由于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户外的工作时被雷电击中，或者是被倒塌的房屋掩埋下面，所以呢，气象学家建议这两个州的人这两个邦的人都应该把自己放在比较安全的地带，室内或者怎么样。本周大地震震撼了墨西哥，那么咱就简单的说一下墨西哥的地震。墨西哥国家地震部估计这个地震是在7.4到7.5级左右，那么呢，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是也在7级以上。然而的话呢，造成数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地震的话呢，产生了地裂，游泳池的水的话呢上下波动，很多的房屋遭到破坏，大的楼房的话呢，直接墙皮的话呢都已经散落。这个在 NBC 的新闻和在相关的关键时刻的新闻都做了相关程度的报道。下一个新闻呢，咱们来说一下冰岛。
冰岛非常有趣，从6月19号到现在发生了4500起地震，它不叫真正的地震，但是呢，它就相当于是一种群震或者叫群震，数都数不过来的群震。19号到现在并没有几天，但是它发生了4500起，有一天就发生了1500起，它叫 swarm， 相当于是一个群。地震就是接二连三，但是呢，它的地震震级都不是非常大，但是也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恐慌。那么呢，据报道呢，还会有更多的地震的出现。咱们回到亚洲，大家知道印尼的火山叫莫拉皮山，一直其实莫拉皮山都是属于是在这种火山爆发的这种范围之内，或者叫活火山。在这个火山上冒出了巨大的火山灰柱，这个火山灰柱漫天盖地，在周六爆发了2次。据法新社报道，根据那个印度尼西亚火山的地质灾害减缓中心，喷发持续了大约7分钟，并向大气中喷发了高达2万英尺的灰烬，非常高。那么呢，火山灰覆盖了火山周围的几个村庄。火山位于人口密集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而邻近地区的居民报告听到了轰轰声，巨响，震耳欲聋。大家还记得阿比亚指出非洲地区也会看到日食吗？他们只不过是看到的日偏食。那么我们知道非洲地区连续发生了几场沙尘暴，然而还没有结束。非洲的沙尘暴造成的沙尘竟然跨越了5000英里，穿越了大西洋、加勒比海、墨西哥湾，现在竟然已经进入到了美国。在美国，这个沙尘将覆盖伊利诺伊州以及俄亥俄州等等。最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自然现象和这种自然灾害给世界多个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OK，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而且呢，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和订阅，我们将推出更好的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的话呢，请在评论区列出来。那么呢，飘哥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咱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有蝗虫，有水灾，有地震，而这一个又一个的灵验，那么呢，让小伙伴们感觉到非常的啧啧瞠目结舌。OK，sorry， 这好像不对。今天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罗列这些。将来的视频当中的话呢，有可能我们会给大家推出更多的，而且更及时的。今天的话呢，也是我们在进行预言追踪的第一个节目，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说飘哥说话比较磕巴，听你说话这么费劲呢。